非法正义》这部作品的主角其实就是嗜血媒体女记者跟不断杀人的警校男学生，故事各大情节甚至还取材自韩国10起重大社会案件。我的妈妈咪！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Lucas 们，我是 Lucas， 今天和大家说说非法正义这一段故事以及它取材自什么案件。OK， 我们马上来看。故事一开头就看到男主角金智勇尾随一名在公车施暴的男子，智勇跟着他来到暗巷内，用手指虎把对方揍到气绝身亡。原来这男的就是当年杀死智勇妈妈的凶手。当年因为对方和智勇妈妈起了小争执，对方就把他妈妈打到昏迷，随后不治身亡。不过法院考量到凶手没有杀人意图，有悔意、智商低，而且正在接受精神治疗等等的因素，所以只判处他3年6个月。因此，智勇从此心怀复仇计划，预谋在这一天犯案。而他看到当年的杀人犯现在一样是个垃圾，他更是放心了，因为他就可以毫不犹豫的去解决掉这个人渣。然而，对韩国法律充满怨恨，所以非法执行私刑的智勇，其实竟然是顶着模范生形象的警校生。而每周5到周日离开警校外宿的时间，就是他出来活动的日子。智勇在选择制裁的目标其实有2个标准，第一个是相较其所犯下的罪判刑却太轻，所以很快就被放出来的人；第二个则是法官对其从轻量刑，放出来后却还继续犯同样罪的人。这几周智勇再度前往去教训犯人，但他犯下的接连几个事件都被新闻所报道，而警校的大家也开始讨论这些事。而在这其中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推测这一些事件是正义使者正在制裁罪犯的说法。原来这些新闻都是由这名视收视率为生命的女记者美丽跑去说服部长，让媒体以正义使者为主题才产生的。在这之后，关于正义使者的新闻收视率极佳，社会大众以及警校的大家也都开始关注了这些事，这使得智勇起了一点警觉性，却也同时笑了出来。这天，嗜血记者美丽在公司提议独家抢先公开即将出狱的重犯金星德的资讯，好来创造话题，并且引来正义使者上钩。金星德案事发当时，一名50岁的凶嫌把一位正在帮忙父母做清洁工作的残障女学生拉到厕所打晕后并性侵，但在法庭上，法官却接受其科的酩酊大醉的说法。法官判断凶嫌犯案当时精神好弱，所以只判了他4年的有期徒刑。而事实上，为了保障犯罪者的人权，所有关于这一起案件犯人的名字还有年龄全都是假的。但现在这起案件本名为郑德兴的性侵犯即将重返社会，因此美丽提出只要公开包含这名重犯的出狱时间、体重、真实姓名还有长相等等个资，就能吸引到正义使者前来，新闻本身也能透过这一件议题获得关注和高收视。所以那一晚，媒体将重犯住家地址跟长相公开后，民众群起激愤，也确实吸引到了智勇，使他决定了下一个目标。因此他在电视上收到消息后，当晚就潜入了罪犯住处，安装了能够监控该大楼监视器画面的程式。但是没过几天，郑德兴电子脚铐的讯号却消失了，警察开始大力搜索，记者们也接到消息后纷纷出动。而智勇看到新闻后，赶紧用手机查看当时郑德兴家的监视器画面，他发现郑德兴出门带着一大包的行李，里面似乎装着工具，于是他认定他绝对不是要去偷渡。但经过警方调查，发现郑德兴会日文的背景，警方更加怀疑他可能就是要去偷渡，于是加派警力到港口。而这时的美丽则是陷入极度紧张的状态，因为如果郑德兴就这样跑掉，那么他们先前公开郑德兴资讯的报道就全都白费了，因为他们报道的本意就是要拍下正义使者出现并且教训犯人的画面，来获得高收视率。而美丽嫌其他记者太没用，什么都没拍到，于是他就一人出动，因为他才不管郑德兴下场怎么样，他知道最能吸引观众目光和话题的就是影像，就是某个人代替他们杀了犯罪者的影像。他向部长说了，观众想看的是现场，你明白吗？一定要拍到现场的影片，收视率才会爆表可见美丽有多么想嗜血媒体。而在郑德兴消失后警方为了避免凶嫌报复当时案件的受害人，因此也派遣了人力到受害者的家，但同时也因为他只是脚铐断了，所以渐渐撤回了大批的搜索警力。就在这时，警方接获远洋渔船通报其载了一个中国人后，他们深信那个人就是郑德兴，所以就马上派了警力过去，但同时也打算把负责守在受害者这边的警力完全撤回去。而美丽知道这个消息后，更心急更气愤了，因为她竟然被警方先找到了郑德兴，她心想绝对不能让好不容易来的机会就这样泡汤所以赶紧赶去海边。而智勇得知警方找到郑德兴也不以为然，他相信郑德兴肯定是去到受害者住处要去报仇，所以继续前往受害者的家。
不幸的是，郑德兴扮成了外送员，到达了受害者的房门前，便找空档刺向了将要撤离的警察，而这名警察就这样倒卧在地。而受害者听到警察的劝告，奋力往家外奔跑，没想到郑德兴却轻而易举地把他抓了回来。他对着受害者说：“都是他害的，害他现在被人指指点点，没有地方可以去。”还说了：“我今天就要杀了你，再去自首，然后进牢里舒服的度过下半辈子。”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到底是谁的问题？就在这时，英雄出现了。智勇及时阻止了郑德兴，并且给他一顿痛殴后，直接把他打趴在地上，不停求饶。智勇叫他在墙上用血写下悔过书，他在考虑要不要饶过他。但最后郑德兴还是因为失血过多身亡。而在这之后，警方随即赶到现场，看见墙上的血书写着：“我真的错了，原谅天网。”天网其实代表着上天降下用来捕捉罪人的巨网，是出自老子《道德经》的一句话。警方判断伤害郑德兴的人极有可能是行私刑的正义使者。他们猜想，他可能在郑德兴没办法完整写完整个悔过书的时候，叫他写下“天网”2个字。隔天，智勇看到新闻才知道自己太失控，居然就这样把人杀了，但却还笑着心想：以后为了不被抓到，要更小心了呢。没想到几天后，好巧不巧，警方为了调查郑德兴被杀害的案件，叫来了智勇和另一位同学来帮忙，在警署的机密资料中找寻相关线索，但却给智勇翻到了重大嫌疑人身份资料。智勇随即露出了笑容。而接下来他有这一份讨伐名单，智勇的下一个制裁对象又会是谁呢？对于后续剧情好奇的观众朋友们，欢迎自行去观看这一部漫画作品。但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中这一起郑德兴性侵案，犯人因为酒醉遭到轻判，而且出狱受到众人挞伐的整件事情，其实就取材自韩国极为知名的素媛案。素媛案是什么呢？相信许多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希望为爱重生》，或是有在关注韩国社会议题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一件案件。素媛案发生在2008年12月11日，56岁的前科犯赵斗淳在某教会建筑物厕所绑架了当时才8岁的小女孩素媛，并对其实施性暴力，并毁损了身体，过程极度残忍，这边就不提了。总之，素媛因此丧失了80%的性器官和肛门功能，精神也受到了重创。而这起事件受到韩国甚至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再说是因为在案发1年后，韩国当地的社会揭发节目讨论了此案，并且透过新闻媒体转播以及随后节目画面截图在网络上传开后广为人知。但韩国人们关注的除了赵斗淳惨无人道的犯案过程，更加让人生气的是他因为坚称喝醉后神志不清所获得的轻判。事实上，当时韩国对性侵犯罪最高可处15年，但因为采信了赵斗淳坚称酒醉后神志不清的理由，所以依据该国刑法第10条第2款心神微弱条款，精神状态受损，例如酒醉或是吸食药物犯罪时得以减轻刑罚，最终判其12年有期徒刑。但其实就算减轻成12年，以当时针对性侵犯罪的刑罚来说，这其实并不轻。不过最令人的生气是，这个人他拥有了17项前科，但却都以醉酒为由获得了轻判，所以钻这个法律漏洞对他来说根本是信手拈来。因此当时他的刑期被缩短时，韩国人民高声反对，更是引发了全国性的辩论。另外在2013年，这件事也因为改编成了电影《希望为爱重生》而被更多人知道。而在2020年他即将出狱前，引起了韩国公众焦虑以及公愤，也使得这个案件更加受到国际关注。此外在赵斗淳出狱前几个月，在网络上还出现了说要杀掉赵斗淳的一篇杀人预告，也在网络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再来谈谈这起事件的影响。自从赵斗淳案件之后，韩国立法机构就修改了法律，在刑法上新增了一项特例，在饮酒或吸食药物状态下犯下的性暴力犯罪时，可以不适用心神微弱条款。另外，韩国国会也通过了赵斗淳法案，针对曾对未成年人实施性犯罪并具有再犯危险的罪犯，在其出狱将有专人进行1对124小时监视，为期至少半年。而这起案件也改变了韩国人们对于醉酒犯罪的看法。那么受害者境况又是如何呢？幸亏受害者和其家属透过募捐而来的善款搬了家，受害者也通过手术恢复了一定程度上与普通人相似的身体。尽管他的健康状况仍然不是很好，但所幸他表示了自己大学生活过得还不错。不过谈了这么多的背景，今天其实主要要向大家说的是接下来2起事件。刚刚说到2020年赵斗淳即将被释放，在韩国引起了大众的愤怒、恐惧以及焦虑。其实有超过60万人在青瓦台的网站上签署了请愿书，要求重审，并且反对允许他重回社会，但却遭到了政府拒绝。而这起事件受到这么多人关注，也引起了许多 YouTuber 以此为题大做文章。毕竟是流量密码。因此在赵斗淳出狱那天，他的家门前聚集了众多 YouTuber，
以及举牌抗议的民众，甚至还有格斗选手涌入，引起了非常大的骚动。当时大约有超过350名 YouTuber 进出这里，甚至有一位 YouTuber 还爬上了赵斗淳乘坐的车，猛踩车顶并且摧毁它。但随着当地居民的不满急剧上升，警方把 YouTuber 赶出住宅区，并对周围进行了管制。不过这样的举动也在当时新冠肺炎大规模感染的时期引起了争议。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群 YouTuber 和他们的粉丝们却以本来就不应该让赵斗淳出狱的说法来合理化他们的行为。随后网友的批评也渐渐浮上了台面。在这之后，许多一开始支持这些 YouTuber 的人，因为风向开始一面倒，有关 YouTuber 的观感变得更加负面，批评这些 YouTuber 未善的评论数量也开始压倒性的增多。而这起 YouTuber 骚动，在最终地方要求在 YouTube 上删除与赵斗淳相关的影片，才就此落幕。除此之外看赵斗淳不顺眼的人更不止这些 YouTuber。在赵斗淳出狱后，隔年2月9日，一名年约20多岁的 A 男为了惩罚赵斗淳而持刀试图进入他家而被逮捕。这名男子表示，只有杀了赵斗淳，我才能活下去。随后他就因为涉嫌侵入住宅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2年。然而约10个月后的一天晚上，他又再次闯入了赵斗淳的家，使用锤子袭击了他的头部。当时他冒充警察，诱骗赵斗淳回家后进行施暴。妻子发现后尖叫，并引起了警方在赵斗淳住处前的特警中心出动，才逮捕了 A 男。而赵斗淳则到医院接受了治疗，并且没有生命危险。当时 A 男声称生活没有意义，如果惩罚赵斗淳，我的生活就会变得有价值。他最终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3个月，因为这是在缓刑期间所犯下的罪行 ，A 男立即遭到判刑。有没有觉得这整件事似曾相识呢？没错，没有想到漫画影集当中的非法正义竟然真实存在在韩国社会当中。然而，就算网友十分乐见 A 男这么做，甚至形成了反对拘留的舆论，但这样的行为也完全是在犯罪。难道以非法去制裁非法就是正当的吗？回到《非法正义》这部作品，其实作者也已经给出了答案。非法正义的不正当性在漫画中是有明确的被提及的。整部作品其实生动地呈现了私人制裁透过媒体传播之后对社会所带来的不良后果，其中包括模仿犯层出不穷，甚至有些人因为被误认或者是诬陷为罪犯而遭到杀害。这其实清楚显示了，就算一个人坚信自己正在实行所谓的正义，采取私人制裁最终也会对整个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而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作品当中并不是一味偏袒主角的行为。在故事发展的后半部分警察赵宪明确指出了私人制裁的危险性和限制，而智勇也没有能反驳。所以从整体情节发展来看，这部作品其实明确地否定了私人制裁的手段。最后想要告诉大家，做这一部影片主要是希望让更多人认识这部作品以及它想要带给读者的批判思考，并且借由真实案例来让大家稍微认识到韩国法律的漏洞。可以不妨想想，在台湾是否也有类似的事情正在发生？有些人正在钻着法律漏洞为非作歹，当然也有遭受到不当对待的更生人存在。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这里是卢卡斯曼用漫画的角度带你观看虚构与现实，我是卢卡斯，我们下次影片见。